除了天神境修武者，其实我仙海鱼族还有一位天龙界灵师，只不过也是踏入天龙没有多久。经过仙海鱼族族长讲述，得知那位界灵师并非仙海鱼族族人，本是隐世的高人，因缘际会之下与仙海鱼族结缘，后在仙海鱼族力邀下，成为了仙海鱼族的克钦长老，在仙海鱼族眼中是极其可靠的。只不过这位克钦长老有别的事情在做，所以并没有与他们一同进入神族领地。说起来倒也算是躲过一劫。我们这位克钦长老如今在图腾天河一处修炼之地，算一算时间，那里应该也准备差不多了，也许那里能让你们有所突破。图腾龙族族长再度说道。修炼之地？什么样的修炼之地？闻言楚风顿时来了兴趣，也不怪楚风，而是仙海鱼族族长那句有所突破实在是诱惑力太大。而在族长详细讲述后，楚风才得知，之所以他们一开始就选择前往图腾天河，并不是想要与图腾龙族联盟，而是那座密的在图腾天河，那密的蕴含着非同一般的力量，但很难直接炼化，需要特殊手段进行提取。对于那里，仙海鱼族投入较多。原本是仙海鱼族为仙海少羽以及小鱼儿准备的，但是楚风对仙海鱼族的恩情，他们无以为报，便决定带着楚风一同去那里修炼。对于这种好事，楚风自然不会拒绝，毕竟他现在比任何人都渴望快点提升修为。前辈，您可知道界天染的具体实力？楚风忽然问道。虽说如今楚风这边已是有了不少帮手，尤其是当仙海鱼族的加入后，实力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可七界圣府却依然像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。关于七界圣府的实力，他始终不了解。而仙海鱼族可谓是当代修武界之中除了七界圣府实力最强的势力，自然而然与七界圣府打过的交道也更多一些，也许更加了解。界天染如今的实力我不知晓，但我知道他一直隐藏着实力。我曾与他切磋过，准确来说是他找我切磋，应该是想试探一下我的实力。当时我是九品真神，但那个时候我的血脉已是初步觉醒，因此我可在九品真神的基础上获得逆战一品的战力。对于你们这一代来说，这似乎根本不算什么，但对于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，能够在真神境提升修为的人少之又少。父亲，您可不老。小鱼儿说道。闻言，仙海鱼族族长笑了笑，与界天染比自然是年轻的很，但与你们比自然是老了。但你们这一代确实是有史以来最超乎想象的一代，真神境提升一品修为，在你们这一代的小辈只能勉强算得上天才，但若是我们那个时代，那可能就是独一无二横扫同辈的存在了。感慨之后，他又看向楚风说道，正因有着这种底牌，我一直非常自信。那次交手我也没有施展全力，可我能感觉到界天染绝对不止九品真龙那么简单，他也一直隐藏着实力，并且我感觉隐藏的比我更深。如今他踏入天龙境，恐怕绝非一品天龙那么简单。不过七界圣府最可怕的是，七界圣府内不仅有着极其恐怖的阵法，传闻七界圣府内还有着不出世的高手，具体是谁无人知晓，但此人实力极强，多半是时代初期便存活至今的老祖级人物。当然这只是传闻，可七界圣府拥有着超越其他势力的阵法力量却是事实。仙海鱼族族长说道。七界圣府还真是不简单。楚风早就知道七界圣府不简单，不然也不至于以他父亲的实力都救不出他的母亲。我仙海鱼族此次欠你这么大的恩情，正常来说只要你想，我们应当跟随你去攻打七界圣府。但抛开那老祖级的人物是否的存在不谈，七界圣府的守护阵法已是足够强大，我们确实没有这个能力攻破七界圣府。仙海鱼族族长说这话的时候多少有点过意不去，他很遗憾不能真正的帮到楚风。前辈，七界圣府我会处理。楚风自然不会怪他们，因为楚风自己也知道七界圣府不好招惹，现在的能力确实还不足以强闯七界圣府。界天染这老杂毛真是脑袋被驴踢过。界染清前辈给他生了如此优秀的外孙，他但凡正常一点，看到这么优秀的外孙也应当放了界染清前辈。我楚风兄弟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只要界染清前辈安然，看在母亲的份上，自然也不会追究。凭借我楚风兄弟的天赋以及界染清前辈的能力，七界圣府必然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可这个老杂毛怎么就这么不正常？仙海少羽忍不住咒骂起来，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生气。而楚风则是笑了笑，关于界天染怎么想的他早就不在意了。但仙海少羽有一句话说对了，只要他母亲安然的话，他看在其母亲的面子上也不是不能放过界天染。可若是他的母亲真的出现了意外，界天染楚风绝不饶恕。忽然楚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看向仙海鱼族族长，前辈，那个穿红袍的人呢？楚风当初在神族领地施展雷罚降临，屠灭神族众人之时，察觉到了那红袍人被关押的地方，有意避开了那里。楚风觉得仙海鱼族肯定打扫过战场，以他们的能力不可能没找到那个人。
而楚风此话一出，小鱼儿母亲大袖一挥，出现一个被封锁的结界空间，那里面关着一个人，正是那个之前被神医当作坐骑的红袍人。只不过这个红袍人如今已经解除了锁链，脸上的铁罩也摘了下来，是一个神态沧桑的中年人模样。楚风，你认得他吗？小鱼儿母亲问。我不认得。前辈，你们对他了解吗？楚风问道。有所耳闻，这些红袍人，他们专门斩杀远古种族，只要远古种族遇到他们，就必将面临灭顶之灾。想必此人是发现了神族踪迹，本是想灭掉神族，但奈何不是神族对手，才落得了这般下场。其实我们也很好奇，他们究竟有何目的，为何如此憎恨远古种族？之前一直没机会与他们接触，这次倒是有机会了，只是无论怎么问，他什么都不说。但他明显不是哑巴，只是嘴硬。可我们与他无冤无仇，也总不能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底细，就对他动刑。楚风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小鱼儿母亲对楚风问道。他自然知道楚风当初是有意不伤害这红袍人，无论是出于善心还是另有缘由，他都觉得此人的处置权应当交给楚风。放他出来，我与他聊一聊。楚风说道。闻言，小鱼儿母亲法诀变化，那困住红袍人的空间立刻消散，红袍人出现在众人面前。红袍人扫视一圈，却什么都不说，姿态不卑不亢。前辈，我与他单独聊一聊。楚风此话一出，众人明白他的意思，纷纷向后退去。楚风大袖一挥，一道隔绝阵法将他与红袍人笼罩其中。紧接着，楚风又释放结界之力，凝聚出一高一矮两道身影。这两位身穿与此人相同的红袍，头上则戴着红色斗笠，遮盖住了面容。随后，楚风捏动法诀，那二人竟然开口。他们发出的声音与当初楚风所见到的那两位红袍人一模一样。当然，楚风是故意模仿。楚风觉得眼前这位可能会认识那两位红袍人。这两位你认识吗？楚风询问。红袍人不语。他们两个救过我。楚风说道。红袍人依旧不语。我没有恶意，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势力的，之所以救你，算是还他们二人一份人情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大袖一挥，先将那两个阵法所化的虚影抹除，紧接着隔绝阵法也消散开来，重新回到众人视线中。楚风看向仙海鱼族族长以及小鱼儿母亲等人。前辈，我可以做主，放了他吗？当然。小鱼儿父母异口同声。你走吧。楚风对红袍人说道。红袍人却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看向楚风。忽然，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。他们都进入第9道天河了。现在的修武界，除了第9道天河外，你所见到的其他天河，尽管残留着诸多远古遗迹，可实际上与远古时期已完全不同。比如祖武天河的祖武下界，在远古时期它不叫这个名字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下界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在远古时期，它是整个修武界最大的世界之一，它的面积比如今的祖武天河还要大，是浩瀚星空中最耀眼的一颗星辰。那是红袍人的声音，他还是开口了。那为何如今的祖武下界变得如此渺小？远古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楚风接连询问，但那红袍人并没有回答，而是说道：你若想快点突破，便也进入第9道天河吧。但目前的第9道天河只能进不能出，进入之前做好你想做的，不要留下遗憾。话罢，红袍人便取出红色斗笠戴在自己头上，旋即离开了。这番话只有楚风听到了，但楚风并没有告诉在场的其他人。那红袍人选择暗中传音，便是只想告诉楚风，楚风也尊重他的决定。不过淡淡则是也能够听到他人对楚风的暗中传音，于是问道：会不会是祖武下界因为某种原因缩小了？或者说这8道天河因为某种原因缩小了？不然为何远古遗迹还在呢？那些遗迹和传承总不会是假的吧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楚风倒也觉得淡淡的分析很是在理。一番赶路后，楚风这浩浩荡荡的人马也是来到了仙海鱼族族长所说的地方。那是一片被花朵覆盖的美丽世界，但来到这里，仙海鱼族大军便停下了，唯有小鱼儿父母以及爷爷带着小鱼儿、仙海少鱼以及楚风前行。这个世界不太正常。前行途中，楚风说道：怎么不正常了？看出什么了？淡淡问。那倒是没有，不过我感觉到这里的天地能量异常稀薄，可又寻找不到源头，难怪这里都看不到修武者，这里的生物也没有任何异变的迹象。楚风说道。确实。淡淡点了点头，他们一路走来，确实没有看到任何修武者的痕迹，可小动物却是不少，这里仿佛是被修武者遗忘的地方。那多半是与修炼之地有关了吧？淡淡问道。我也觉得是这样，并且这修炼之地应该不简单，我的天眼竟都寻不到根源。楚风感叹。正常来说，以他如今的观察力，大部分遗迹都会原形毕露，可在明知道这方世界有修炼之地的情况下，楚风竟寻找不到一丝痕迹。最终在小鱼儿父亲带领下，楚风等人在一片花海上方停了下来。很快，一道结界门
自下方浮现一个身穿结界长袍的戒灵师飞掠而出。这是一位满头灰发的老者，头发很是浓密，但却难掩面容的苍老。拜见3位大人。戒灵师现身后，立刻对着小鱼儿的父母以及爷爷施以一礼。旋即才抬头道：见到大人和少爷小姐，真是太好了。太古沙海发生的事我都看到了，我还以为那神族搞出什么幺蛾子了。确实发生了一些事，不过已经解决了。小鱼儿父亲话罢，便看向楚风。楚风，为你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我仙海鱼族的客卿长老刘长老。旋即又看向这位客卿长老刘长老。楚风应该不必介绍了吧？当然，楚风小友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我看太古沙海消失前，那石碑上出现了楚风小友的名字。楚风小友，太古沙海被你征服了？刘长老问道。在楚风他们离开太古沙海没有多久，太古沙海的雾气便开始消散，那石碑上的字迹便更加明显。紧接着，整个太古沙海都消失了。几乎所有观察太古沙海的人都知道太古沙海是被楚风征服了。算是吧，楚风笑道。而后经过短暂交谈，这位刘长老也是知道了大概情况。当然，他也知道了仙海鱼族族长带楚风他们来此的目的。其实现在还没有安全准备妥当，但却也差不多了。若是现在进去修炼，也并非不可。族长大人，您做决定吧。刘长老对仙海鱼族族长说道。总不能带着楚风白来一趟，让他们进去吧。仙海鱼族族长此话一出，刘长老则是拿出了数张符纸。符纸对于戒灵师来说，乃是常用的凝聚阵法的器物，倒是见怪不怪。可刘大师拿出这些符纸，楚风却一眼察觉到了不对。这些符纸并不蕴含阵法之力，更像是民间百姓用来驱邪镇鬼的。